好，你拿那边，来一下。如果是一条直线，如果是一条直线哈，这是头，手指尖，这是头，头往前走，后面这样整个根，是不是？这不叫根啊。如果说这样子哈，你往前走，往前走，这边是不是先紧了？这边先紧了嘛？然后这个主动的去跟，来，然后这边紧了，是不是？这边紧了以后，这个再去跟，这个叫贯穿，这个叫贯穿。好，所以直线的你直线的，就你们练这个旋腕的时候，它是直线的，有时候变成一点曲线。现在做这个是一个圈，你拿那边，拿这边。好，现在是一个圆，这个手这边这个做成一个弧。现在我们要做的，当这个走的时候，当它变成一个圆的时候，你还是要你拿着，好走。你要怎么跟？要到最紧的时候，你怎么由它跟呢？你走，你没有跟啊。你的整个它要走的路线，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了，当然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圆弧。如果是这个 shape， 如果是这个形状的话，你在跟的时候啊，你就要不离这个形状，你走，破了，形状破了，维持到这个形，好走到后来变成这样子。听不懂？这是关节，所以当这个走的时候，这个要往这边走，要往这走的时候，不可以这样走，这样走就没有根了，断了。就是很力。听不懂？对，所以你这个要往这边走，这个要跟它的路线。跟它的路线，听不懂？可以尝一下，他喜欢用弹力带来讲这个。啊？弹力带，弹性的橡皮筋。对啊。就比较像，它体现拉，对，拉和跟随。对。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我们的关节要拉开，要跟着这个力量的方向，所以你走所以就不可以这样子，也不可以这样子，不可以这样子。这是一个面，这是横向的，所以你必须他走的时候，你看手指一要走这个圆，手的时候，手腕跟上去，手腕到那个极限了，手肘跟上去，手肘跟上去，到那边的时候，肩膀跟上去，的时候，他继续走到这边的时候，每一个关节都在这个线的上面，到这边还在追，到这边到肩，到腰，到胯。到这边的时候追成一条线了，打开还是在这个线上面，打开不可以变成这样子，不可以有这个力，打开还是一个线，听不懂？
关节要这样走，力量要这样走。八卦你在走变化，在走圈的时候，都是这个力，都是这个力。所以你不管是我如果是这样走，还是一样，我的手指出去了，手腕去追它，手肘去追它，肩膀去追，身体去追，它的变化都是一个追一个，一个追一个，一个追一个。听不懂？不可以有这样的力，没有这样，这是转。听不懂？线，八卦拳是线，不是圆周。太极拳是圆周，八卦拳是线。所以你要做出那个线来。听不懂？太极拳的线是常驻的，太极拳有常驻。太极拳那个圆周里面有线，所以它其实更难。可是你前面你要做出这个线，你必须做出像八卦拳这样的线来。你在太极里面的那个线才扎实，否则你这样子做一个圆周空的。这有问题。哎，我来就要问这个问题。我现在发现很多东西都是椭圆，做画都是小椭圆，不是正圆的，是椭圆啊，很好玩。我全身拧转下去进去，拧转这样进来，我在空，我就一定要照那个轨道，我一定要照那个轨道，我一定要拧转，可是还没有碰到对手，所以我就要照这个，因为我不是直线的，我是拧转，很奇怪哦。你只要这样做，你碰到它瞬间就是有效。然后，可是如果你走直线，你在撞到的时候再想做，没有这个东西。可是这样代表我在空中做那一堆是有用的。不是空中做那一堆是在练的时候，用的时候不是。而用的时候，我在空中要我做，我才有出来，要有意念。碰到就做。那我有点来不及啊，我空中要稍微做一点啊，不会，碰到我来不及。我有做出来，但是问题是我不可能完全在碰到瞬间做。没有碰到不要浪费，除非你在游走。哦，游走对。你在游走，它有。可是你碰到的话，你瞬间的话，瞬间很难。可如果你在空中就有做的话，他做的撞到那一瞬间很漂亮。不对，力量会很好。不对，那个力量是你预设的力量。我有预设。你预设的力量。欺负人家不懂。对啊。对啊。真正的变是我讲过嘛，真正的变是在接触的时候，根据对方的。我的问题，因为我在空中就有做，所以我这只龙在飞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龙在旋转，像卡通影片那个样子，看起来当然很棒，就有效。可是如果我接触我那瞬间我那只龙我连起来要时间啊，其实有差，你听得懂吗？没有那么快，那只龙这个变出来没有那么快，你知道吗？该死了，我这只龙飞不起来，瞬间飞不起来，我等一下一个机场跑道，你知道吗？不用啊，我没有那么不用，我做到一半了。它局部的拧转就很强了。要真的还是局部，局部就，我以为一定要全身。局部就很强了。那你局部会带几个？一条鱼，你抓一条鳝鱼在你的手里。抓过。鳝鱼是你抓到的时候它才拧转，还是你没抓它就在拧转？我抓到它就可以。你抓到就拧转。对啊。你抓到拧转的时候，它的用力是在你手的部分的用力，还是它全部？是鳝鱼哦，这就不知道了。问问题，别人问问题，你们也要听啊！你们好像跟你们没关系一样。我觉得那个鳝鱼它动一定全身的精力是动，它不可能只动局部啊。鳝鱼哪有那么厉害？我是抓过鳝鱼跟鳗鱼的人，我摸过。苏伟是问我们的拧转是没有碰到人之前就拧转，然后碰到人的时候那个拧转力量比较大啊，因为我的拧转已经蓄力了嘛。对，空中有一点点。对。有一点点准备。
可是我说你练习的时候可以这个样子，实用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比方讲，你们有抓过鱼或者抓过鳝鱼的话，那个鱼你抓到活鱼，你抓到手里面，它一拧，它要震开，是你抓到它，它才动作，还是你没有抓到它，它就在动作？你是抓到它才动作嘛？好，它的启动是在你抓到它的部位启动，还是它全身启动？因为我抓它，它感应还启动，可是它启动接下来就全身了。启动点，比如我抓哪，它启动点这边，后面它就是。它当然是你抓到它的部位启动嘛。对。所以它的那个凝动，它的那个启动，也是你抓到它的部位，它从那边开始做凝的动。我懂。听不懂？懂，这样其实懂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种动作用的是小肌肉，不是大肌肉。小肌肉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它本身那个局部的那个拧转力就很大了，然后它那个一走的时候，全身就起来了。好，我常说这东西是椭圆嘛，好，叫我们用练习的，我们先不要的，就我前面已经启动了，那做肩拳或剑的肩之后，所以画一个椭圆，再画一个椭圆。你知道椭圆这边是橄榄球旁边是比较平的，椭圆是这样子，我这边画以后在空中，这样平的点。接触是有效的，也是有效的。我不用在圆弧那边，我这边已经有弧，和在平，几乎是平的那一边，只有效力是有的，很有趣。你不能假设你在哪一点跟别人接触。我不用在那边画弧，我基本上那边那个因为是一个椭圆嘛，平那边既然力量是还不错，知道吗？一个弧不一定是一个椭圆，弧是一个椭圆的一部分，也可以是一个正圆的。正圆的一部分，对，晓得吗？你这个问题有点差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讲的是圆，可是真正在用的时候是一个圆的一部分的弧。对，我懂。你不可能用完一整个圆。对，不可能。所以你必须那个圆的每一个弧，我讲过嘛，那个弧每一段的弧都必须有力量，不是一个圆的力量。是那个圆的每一段弧的地方都有力量，这才是一个有效的圆。听不懂？懂。所以武术里面这个圆的力量不是靠一个圆在这边转好像陀螺或什么。说有人说一个球在那边转，你碰到它就被弹出去，不对。武术的圆不是这个，因为这个是一个整体的旋转力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是这样，没错。武术哪有时间让你去做这样的圆啊？不是的，武术的圆是一个主动，每一段的弧都在行进的形成的圆，所以它这个圆的每一段弧线都是有力量的。听不懂？所以我们真正在用一个圆的时候，你不是用整个圆。我不是说杨氏太极拳的每一招其实都是一个圆的一部分嘛，一个没有完成的圆。听不懂？所以不要把圆当成是一个什么，一个把圆当成一个离心力来使用。这样能听懂吗？武术的圆不是一个离心力的力，它是那个圆本身每一段弧线的内在的力量。好啊，好，去练练看。当然，这个的半径大小是由谁决定的？有你的头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这样也是可以做，这样也是可以做，是吗？应该也可以。就是我们在做这时候这么大，是因为要
因为要拔开，拔开。对，对，一开始练也是要大。要大，追就要拔通，常这个就会自己动嘛，就是追那个线，啊、